我们听很多种不同的饮食模型啊，当然生酮饮食慢慢听到的人比较多了。最近这几年还有一种饮食啊，提到的人也比较多的，叫全肉饮食。在西方欧美的话，他们叫它叫做 Paleo Diet。Paleo 就是古人类的饮食，古时候的饮食。欧美的人解释 Paleo Diet 是说古时候的人都是吃肉的，因为那时候没有农业，所以很简单的说，因为没有农业，没有谷物，所以以前的人是渔猎为生，所以他们一定是吃肉的。其实我觉得如果很简单的就这么理解的话，可能有点问题啊。所谓古时候的人究竟是指什么时候的人呢？100万年、300万年以前、500万年以前、1000万年以前，最起码我们也得有个模糊的定义，不然的话我们很难沟通啊。现在地球上的人类只有一种人呢，叫做现代智人呢。那目前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是现代智人。你往前推2-3万年、3-5万年，然后你再往前推30-50万年，你再往前推100-200万年，你会看到10几种各种各样不同的所谓的古人类。如果我们要把古人类的祖先再往前推的话，大概可以推到一种人叫做南方古猿啊，猿猴的猿啊。南方古猿的年代大概可以从400万年前左右开始算起，所以很多的科学家就这么认为的。南方古猿是几乎所有古人类的共同祖先。那如果我们要探讨古人类的饮食的话，我们从南方古猿看起啊。南方古猿主要是吃野生水果的，吃根茎类的，吃树叶的，他们吃一点昆虫的。考古学家们根据他们挖到的化石啊，研究了他们的牙齿的结构啊，可以知道他们是主要的食物是肉还是水果，他们根据这些东西可以判断得出来。所以南方古猿 OK， 他们不是吃肉的。那么再往近代来推，大概到了200万年前左右，100万到200万年前之间的古人类呢，有各种各样的人种啊。他们的饮食呢，其实大多数还是以植物为主，有部分的人种呢开始吃肉了。这些考古学家可以从他们考古的时候找到他们的工具，他们用这些工具在骨头上割肉的痕迹，他们可以找得到。所以他们的判断，大概100万年以前的几种古人类呢，开始吃肉了，但是呢，他们主要的食物还是以植物为主，不是肉类为主。所以如果我们一定要说 Paleo 古人类的饮食就是吃肉的，有点不够客观哈。我自己在研究这个题目，在学习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发现人类啊，在进化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时期啊，是非常特殊的，非常值得我们深入去学习跟了解的一个年代。这个时期呢，大约在距离今天90万年以前。90万年以前再往前推到260万年以前，这个地球的气候变化是属于冰河时期跟非冰河时期这样交替的。我们中文叫它叫做冰期和间冰期，两个冰河时期中间的温暖时间叫做间冰期啊。90万年前到260万年前这一段时间的冰期啊和间冰期，它们的间隔时间大约是4万年一个循环了。然后呢，那个时候的冰河时期的温差相对来说不是非常大，冰盖涵盖的范围也不是非常广，但那个年代是古人类人种比较多，然后呢，我们就说古人类他们吃主要以植物为主，但慢慢他们是混合饮食，他们也吃动物，但是他们吃的动物都是属于大型动物。这些内容啊，都是我们读到很多人类考古学家他们提出来的论述哈。在90万年前，地球出现了明显的气候变化，地球的冰期啊，它的循环的时间啊，大约变成了10万年一次，所以每一次的冰期时间非常的长，然后呢，温差很大。那么这个给生存的条件制造了一个非常艰苦的条件了，植物的生长啊，还有小动物的生长都受到严重的挑战呢。大约根据这些人类考古学家的科学论述，地球上的古人类的人的数量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缩小。我们现在讲的总数量，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他们不是用总人数来说的，他们根据基因排序，然后他们做出来的推算，有效繁殖个体数啊，他们的推算只有1280个。有效繁殖个体数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比方说我是一个古人类，就是我生了一个孩子，我的孩子他能够再繁殖下一代的，我的孩子就是一个有效繁殖个体。他们当时推算，在117000年的时间里面，古人类的有效繁殖个体数一直维持大约在1280个左右。1280个如果要推算出当时总人类的数量的话，大约乘以8到10啊。所以地球上当时总人类啊，就大约8000到1万个人啊，整个地球啊维持了117000年了。有效繁殖个体数的数量这么少，代表无法继续繁殖的数量非常大，因为动物的本能是要繁殖后代的嘛。为什么在这段时间里面有一小部分的人活下来了，可以繁殖后代，
大多数的人都活不下来，无法繁殖后代，为什么？这是我最感兴趣的地方。维持了117000年以后，有效繁殖个体数开始增加，然后地球上的人数量开始慢慢增加，所以科学界叫这一段期间叫做瓶颈期啊。如果我们今天学习这个题目，所有我们的想象都需要有科学证据的话，恐怕不现实哈，没有那么多的科学证据可以给我们提供答案的。所以有相当一部分的东西呢，是要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的科学逻辑的认知去做一些想象，在我们的想象当中，我们可以反复的去辩论它的逻辑性跟合理性，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在那个时期古人类是如何生存下来的，而古人类又是如何被淘汰的。如果我要用一个我自己的想象很简单的去解释这117000年发生了什么事的话，我只用2个字来形容啊，筛选啊。筛选啊，我觉得我们如果用进化来形容在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的话，不恰当啊，因为进化给我们的感觉是人类在变得更能够适应这个环境里进化了。可是117000年如果要用基因突变的方式来解释的话，117000年时间太短了，所以117000年出现了这种变化，用筛选来解释呢是更合逻辑的。所以这个时候从我的角度来看，就是古人类进入了一个非常严肃的被筛选的一个时期啊。筛选的条件是什么？什么人可以活下来，什么人不能活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当时的生存环境大概是什么。在一个长时间极度寒冷的环境里面，那当然食物是很稀缺的了，几乎没有植物了，几乎也没有小型动物了。所以这个时候人类的饮食啊，大概就是经常没有东西可以吃，偶尔有东西可以吃，他要打猎。所以当时人类的食物呢，确确实实估计进入了一个以肉类为主的饮食状态了。那个年代能够生存的都是大型的动物，那个时候的人类学会了用工具，学会了在一起合作去狩猎，所以他们出去打猎的时候就是成群结队的出去打猎，猎到的大概都是这些大型的动物。所以有一部分的科学家他们解释，在这个年代人类饮食的模型啊，是属于 fasting and feasting。fasting 中文翻译过来叫做断食， feasting 如果你去翻译的话叫做享宴，享受的享，宴会的宴，享宴。我用我自己的理解来翻译的话呢，那我就说当时人类的饮食模型是属于长时间的断食和短时间的暴食。暴食啊，打猎到了以后就死命吃啊，那长时间的断食，没有猎到东西的时候就没有东西吃，所以人类进入了一个 fasting 跟 feasting 的饮食状态，维持了很长时间啊，因为这个冰期时间很长啊。Fasting 跟 feasting 意思就是说，你经常有可能几十天没有东西吃是可能的，然后突然之间有东西吃的时候，他就拼命的吃很多。什么样的古人类可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生存下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适者生存啊，在这个环境里面，适者的含义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我们对身体啊代谢能量、代谢食物的认识和逻辑去推测，在那个年代什么样的代谢特征更有利于生存，什么样的代谢特征更不利于生存，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推测，在那个年代筛选出来的人类大概具备什么样的代谢特征。 OK， 这是我们讲这一件事情的开头了。那我们现在就讲到什么样的代谢特征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比较有优势，我们可以推算得出来的。第一，他身体储存能量的能力啊要比较强大，意思是说他吃的热量比较多，他身体能够把他用不完的热量很有效率的就存下来了。我们现在很多人听这一句话，可能觉得你吃下去的热量你用不完，你当然就存下来了。你现在看到我们的周围，大家热量吃多了都能存得下来，因为我们是筛选的结果哈。要考虑到在还没有筛选结果出现之前，有这么多的人在被淘汰。当然除了生存环境的挑战以外，从代谢食物的角度来看的话，有相当多的人其实他吃很多的食物，他身体未必能够把这些能量储存起来。他暴食的时候，他身体短时间之内用不完的热量，他要有储存起来的能力，因为到了断食的时候，他有储存在身体里面的能量可以被拿出来用啊。所以这个人的身体要能够很灵活的去储存能量，同时还要能够很灵活的把储存到身体里面能量拿出来用，这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在那个环境里面，如果你不具备这个条件的话，会被淘汰的。你要具备这个条件你才能生存的。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大胆的去假设了。我把这个年代的筛选呢做了一个简单的图，成功被筛选出来的就是在这个中型图的最顶端呢，在这个中型图的顶端的左边和右边呢都是不适应的、无法适应的、不能够生存的。如果我们
在这个中形图的最顶端做了一个假设，就是在最顶端的这一群人呢，他们身体储存能量的能力很强大，然后呢，他也能够很有效率的把储存的能量拿出来燃烧的这一群人放在最顶端的话，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的推算得出来，最左边的人呢，他们的代谢特征呢，就应该是身体储存能量的能力很低，但是呢，身体消耗的能量的能力很高。意思就是他好不容易存了一点起来，等到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身体没有很好的节制，可以把他储存的能量很快就用完了。那么这样子的话，他熬不过长时间的断食，他就不容易生存了。图形的右边的人呢，就应该属于身体储存能量的能力特别强大，但是呢，把身体储存的能量拿出来用的能力呢，却比较薄弱。那这样子的人在暴食的时候，他可以储存很多的能量，可是在断食期间呢，他就受苦了，因为他储存在身体里面能量主要是脂肪了，储存在身体里面的能量要拿出来用的能力比较弱，拿不出来。所以这样的人在长时间断食的时候呢，他身体压力就比较大，压力比较大的人呢，生存的机会也比较低。中间的这个就是刚刚好，他身体储存能量呢效率很高，能够把这个能量拿出来使用的效率也很高，这样的人被筛选出来了。这样的人在当时数量显然不多，否则的话我们的瓶颈期不会维持了117000年，所以他这个筛选的过程呢是很漫长的。你不要忘记了，在那个年代人类的平均寿命不到30年，意思就是说夭折的人占大多数啊，能够真正生存下来在少数，那能生存下来的人他的平均年龄也大概就到40岁左右。在这整个筛选的舞台里面，代谢特征的最重要的一个角色是我们身体制造胰岛素和调节胰岛素的能力。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身体都自己会制造胰岛素，我们的胰腺就是负责制造胰岛素的地方，还会制造另外一种叫做升糖素。我们对它的理解就是它是帮我们调节血糖的，但是各位，所谓的帮我们调节血糖，它是帮助我们的身体调节能量的。我们今天的科学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身体制造胰岛素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如果刚好你的身体呢制造胰岛素的能力很强大，你特别能够储存能量，意思就是说你容易胖啊。不管这个热量来源是什么，热量来源是碳水化合物，是蛋白质，是脂肪，只要你吃的热量超过你身体所需要的了，在高胰岛素的状态下，你的身体就会把这些热量转变成脂肪存起来。所以胰岛素偏高的人呢，他身体储存能量的能力就特别强大，吃很多热量的时候，我们就很快一天比一天胖。我们所谓的 C 型的人呢，他就可以长成我们今天所谓的肥胖症，畸形的肥胖。这样的人要想把身体里面储存的脂肪、储存的能量拿出来燃烧是有困难的。你要把身体里面储存的脂肪拿出来燃烧的话，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呢，你的胰岛素要降下来，这是荷尔蒙理论啊。所以这样类型的跑到90万年以前的时候，它就会在我们这一个图形的最右边了。他身体可以有效的储存能量，可是他有困难把这个能量拿出来使用。你想一想看，这样的人在20天、30天、50天没有东西吃的状态下，他是很受苦的。他身体里面储存了很多的能量，但是呢，他身体却处在一个能量不平衡的状态，因为储存的能量不能够被他身体很好的利用啊，所以他身体会严重缺少能量，尤其是他的脑细胞不能够经常性的得到能量的供应，所以对他的思考能力、对他的判断能力各方面的都对他的生存就出现了挑战了。好了，那我们往另外一头走，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一些人天生的制造胰岛素的能力就特别低，他个子小小的，瘦瘦小小的，胰岛素天生低的人呢，他身体储存能量的能力就低，他身体吸收营养、吸收蛋白质的能力也低，所以通常这样的人呢，身上就没什么肌肉，因为蛋白质不容易被细胞接收啊，胰岛素少啊，我们身体要把氨基酸送到细胞里面去，或者是把脂肪酸送到脂肪细胞里面去，都需要胰岛素的帮助的。所以胰岛素少的人呢，他身体储存能量的能力就比较弱。可是同样的，科学也告诉我们了，胰岛素低的人燃烧脂肪的效率很高啊，很容易燃烧脂肪啊。所以你会看到胰岛素偏低的人，我叫他叫做 A 型的人呢，他不会变成大胖子的，他体脂率往往不低25%、30%，不是因为他身上脂肪特别多，是因为他身上肌肉特别少。你如果去摸他身上的肉的话，全部都是软软的，他身上没什么肌肉啊，所以他体脂率依然高，但是他永远都不会变成胖子。你把这样的人送到90万年以前去，他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他暴食的结果，他身体也储存不了多少脂肪，储存不了多少能量，但是在断食的时候呢，他身体里面仅存的一点点能量很快就被他用掉了，所以这样的人的生存机会也低啊。在这个筛选过程当中，对 A 型的人是最不利的，对 C 型的人也相当不利。可是 B 型人的身体制造胰岛素刚好在我们说的甜蜜点，他身体制造胰岛素不高不低，他刚好在一个可以在那个环境里面生存的状态。当他暴食的时候，
它身体可以有效的储存相当多的能量，但是不像硒型的人那样存很多很多。但是呢，在没有东西可以吃的时候，他身体的胰岛素可以降到足够的低，但是又不是太低，可以维持他身体的功能平衡，又不会过快的消耗他身体的能量。各位，你们可以觉得我说的东西似乎是我射了箭以后去画靶的，没有错，我们是射了箭去画靶的，但是我们画出来这个靶要合乎科学逻辑啊！不要忘记了117000年的筛选呢，117000年呢，它的人数一直没有增加，表示它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里面筛选出了人类啊，这不是巧合，就是真正的筛选。所以 B 型的人他必须符合这个条件，他身体制造胰岛素的能力，调节胰岛素的能力刚刚好在一个甜蜜点的位置，所以他能够生存。假设这些科学逻辑是真实的，在那个时期里面，我们人类的饮食结构是主要以肉食为主，不要忘记了它是长期的断食，短时期的暴食。冰河时期真正结束的时间大概是距今14000年以前，冰河时期真正结束了。地球暖化，气候的变化给农业革命提供了条件了，就是人类开始有种植了，大概是8000年到10000年以前左右开始的。等到有了农业，我们的食物里面有了谷物，食物的来源变得比较稳定了，这个时候人类的数量逐渐明显的增加了，因为可预期了。但是代不代表人类的饮食就开始进入了所谓的高糖饮食的年代呢？并不是的。在农业革命的初期，虽然有了农业，但是呢，根据这些古人类学家的研究呢，他们的解释是人类的主要热量来源还是肉类，有少部分的热量来源呢变成了谷物了，农作物了，还有野生水果。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是人类进化历史里面重大的改变了，因为我们在最重要的那个年代，我们是真吃全肉的。那么到了8000年到10000年的时候，碳水化合物的热量开始有了相当百分比的增加了。我们说相当百分比，因为我们没有把握，我们没有明确的数据说碳水化合物的热量究竟到什么程度了，但是离高糖饮食还有非常大的一段距离。在农业革命的初期，请大家理解一件事情哈，不管我们说农业革命带来的是面包、谷物、麦子或者是米，那都是真正的粗粮了哈。所谓真正的粗粮，跟我们今天吃的粮食最大的不一样的特点是，真正的粗粮它纤维含量非常高啊，它的微量营养素、矿物质也非常丰富啊，所以它是营养价值很高的食物。古时候的谷物啊，跟我们今天吃的谷物是不一样的哈。进入农业革命了以后，人类的饮食就维持在有农业的状态下，那么碳水化合物摄入的热量呢是渐渐的在增加的。以前的话，古人类的话几乎没有碳水化合物了。进入农业革命跟农业时代以后，我们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呢，我们可以把它大概叫做有低度热量的碳水化合物了。也许碳水化合物的热量占我们总热量的30%、40%，甚至于50%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无论如何，跟我们今天的饮食还是有一段距离的。